这种地方如果将来自动驾驶能搞得定，那就强了。按道理，这个自动驾驶它微操能力是可以比人强的，因为它那个视野、测距这些它是可以比人强的。这里我们加了一点途径点，这里面都是一些很内部的路，然后等会儿看它能不能出得来。本来我还想再添加点途径点，但后面来了个车，它有点那个就催我们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就是极窄的这种路的表现怎么样。这个里面就全部是一些那种小弄堂了，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正常的道路了。哇，它这里过得还很自信，很丝滑。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边，哎，这边还有个闸机口嘛，都已经到这个内部路了。我们不管，我们就开进去看看它表现怎么样。包括看一些那种特别极限的会车能不能会得过去，看一看啊，这个地方右边有那个行人，我们打个喇叭，要不然他那个就是太贴着我们车了。左边主要电瓶车来了，我们不往右边贴一点的话是过不去的。哎，哇塞，它这些小路里面会车真的这么丝滑吗？这个地方左边还有个那个3轮车，然后它速度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，就它速度控制的比较慢，因为这里这些地方路实在有点极限，包括这个地方，这个车的尾巴露出来了。哇，那这里面这些小路开的是真厉害。我们现在有点类似于开到了一个小区里面去了，然后这种小区里面路看开的怎么样？我们从一个闸机口进来的，它那个闸机倒是不限制我们进来。然后这里右拐，哇塞，哇，这种小区里面路也能开吗？这个地方要左转，这个路够不够一个车开哦？应该够的吧？虽然它这种巷子比较老，但是应该还是够车开的。你看它这里不太看得清楚这个路的时候，它速度控制的非常的慢，就4、5的速度，然后再过来。可以啊，可以。然后这边前面有个人，然后也没问题。这边还有地上还有菜。哇塞，前面那个桥是不是有点太窄了点？就感觉只够一辆车通行的这个宽度。我看它怎么处理啊？这边关键左边有人，右边有人在动。哇塞，它的速度控制就一直在滑，它根本就没有完全停下来，然后让他们，然后一直在滑。这个地方是对碰到一警的干出来了，因为那个离我们实在距离有点太近了。然后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过得去，它过不去的话，我们加一点电，加一点点电。我加了一点点电，这个地方实在有点太窄了，他都有点不敢过了。然后我加了一点点电，因为那个桥上右边也快贴到那个桥边了。然后左边那个电瓶车呢，它不往前走，其实它是有距离的，但它不往前走，我就给了一点点电。其实可以过得去，因为我们都可以往前过得去嘛，它其实是可以过得去的，它就等着我们走，那我们走吧，给了一点点电。然后这里的话稍微有一点慢，可能对向来了个电瓶车，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慢，主要是可能右边还有个桩子，它那个有点预防那个风险。哇塞，可以。然后还有这种你在小区里面开的话，就是这种路口出去要特别小心，所以它这个地方速度控制的很慢，就这里面的这种防御性驾驶要做得很好才行。你看，要不然它随时可能就会有车出来。然后这个地方这个车还倒车，我们应该是要左转，然后它应该是要往前面那边转，我们是往里面这边转。哇，它这个地方转过来了。对，这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。哇塞，它这种小区内部路现在这种随便开吗？然后现在那个左边车距离比较近，但它这个速度现在可以加起来了，现在速度有点慢，我看你怎么表现啊？不过它可能判定这个路太内部路了吗？这个速度有点慢，这个速度确实慢了。这个是需要完善的，速度慢了，给它打个点，反馈一下。哎，现在倒加起来了。刚才反正速度慢了。就是现在加起来了，现在这是正常的，就是你开到个10几20的速度是正常的，因为前面有那个电瓶车过来嘛。但是你开个8、9的这个速度确实过分了。这里又是会车比较极限，就是我刚才没给你们开360，要给你们开个360，而且它这个地方还要右转，它就先会了那个很窄距离的车，然后再右转，这个地方估计过不来了。主要是它先从那个很窄距离的会车，然后过来之后。就是这个路口就已经要有点过了。这个电瓶车来了，我们就那个倒一把让他再自己开，反正你得让他自己开出去。请说。哎呀，退下。听起来像是某位小，那我退下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再让他自己开，这种路它是真的不太好玩。这个地方要左转吗？还是应该是前面要那个直行，往右前方直行一点。哇。然后这个里面还是接管了一次，不过它有些速度控制还是稍微慢了一点。
但整体的话，就它过的还是都能过来，那而且都很丝滑，就不会有重刹，就是不会有那种急刹。这个地方也是，左边有树，右边有车，然后它还是速度控制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些地方也要带防御性驾驶，你看它必须要减速，因为这种地方万一出现个车，你看它在这种地方的控速控得非常的好，然后转向，然后它这里减了点速，因为前面它感觉那个距离可能有点不够，你看，哇，它这风险控制可以，这就尴尬了。这在小区里面开车就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，不走了吧你？傻眼了吧？哎呀，这就尴尬了。这个地方确实没办法了，这地方出不去，前面那个路被拦死了。然后我们掉个头，从其他地方出去吧。附近点。好，我们就从这出去吧。西瓜倒倒，小心驾驶。在哪里掉头？得给我个停车位才好掉头。这个地方有个停车位，但是有点难停，说实话。再考验一下它停车能力吧。我看它这个地方自动泊车，估计这个车位它是，那边有个车位吗？有可能有。泊车开始，我们就去那边那个车位停吧。注意周围环境安全。那边好像是有个车位吗？我还不太确定。看看他自己停。现在有这个极速泊车，哇塞！他在这种巷子里面的泊车也这么强吗？他这个极速泊车泊的刚才速度确实还挺快。然后这里哇，这个地方有点极限，看他得进行一些微操，估计得多打几把，因为后面那边有个杆子。哎呀，开到这小巷里面，不仅要掉头，还得倒车。微操几把，让他微操几把。他这个地方标注了个杆子，就是那个红点标注了个杆子。请注意周围剐蹭风险。让他微操一下。注意剐蹭风险，你自己注意啊！你已经是个成年小皮了。这个地方唯一那个车位给他找到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出去，但是有点开不出去，这地方真开不出去。哇，这个地方又得接管了。泊车已完成。好，你现在泊车是完成了，但是我们的路线还得继续啊。滑动启动 NGP， 它这个地方出不去，这个地方是真出不去。因为右边挡了一根杆子，就是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个 S2 上面也有。它现在不让我放大，这边确实有个杆子，这个应该出不去。我们看他怎么操作啊，管他出不出得去。你想干什么？哦，他又想走刚才的路，不行。安全后点击继续。我看一下，他估计又想走刚才的路。功能退出，请接管车辆。他应该是又想走刚才的路他想到前面去那个刚才的路，然后那边出去，然后但这个出不去，这个我得接管了。他想走刚才的路，这可不能走回头路呀。咱刚才就是这个还不够那么聪明，是不是？现在还不记得刚才我们是怎么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我也开不出去啊，有点。哇塞，这些巷子里面是真的，你让支架怎么开呀？这个里面自动驾驶什么时候？我得很贴足，我来贴一下试试啊，这个地方。好的，我先往前打一点，然后再从这边倒一点。哎呦，这种地方如果将来自动驾驶能搞得定，那就强了。按道理，这个自动驾驶它微操能力是可以比人强的，因为它那个视野、测距这些它是可以比人强的。但是现在它的规划能力还没那么强。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开支架了。我把它转过来，应该就这个路线了吧。即将在道路尽头左转。这里面人开都是冷汗，别说支架开了，这个地方应该要对控速，对速度下来。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刚才开进来，我们这里再开出去。刚才开到一个那个绝路上，必须得接管了，这没办法。其实你在小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看的就是它的控速，就它对于速度的控制。虽然我们嫌它有些地方有点慢，但是它在这种路口的防御性驾驶是确实做得好。包括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就是你好的支架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就要把速度控下来，然后再出去。但这个地方估计转不过去，完了，因为刚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没转过来。这个地方转不过去，是真转不过去，因为现在支架的话，它的那个方向盘还是没有那个解锁，就是所有的角度的。西瓜倒倒，小心驾驶。我们好像可以从右边出去了，那我们从右边出去吧。左边这个地方开出去真的容易剐蹭，开不出去，那个地方开不出去。我自己开也容易剐蹭，当然那个多往右边靠一点再转应该还行。等一下，我先给它搞一下这个途经点的问题。
我们不从那边走了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出口了，因为我不确定进来的那边能不能，它那个闸机口能不能出去。反正右边现在有出口，右边有出口，我们就走右边。哎，他想让我们干什么？他让我们走的不会是刚才那条路吧？他这个路线我也没看懂是怎么走的。右转，随后60米右转。反正我们就从这里走，因为我看到这个闸机口了。实在不行，咱还可以漫游出去。哎，对，现在肯定是全场景可以开启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开启。然后这里看它的速度控制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出去的。刚才我们是这个进来的。这个在这个小区里晃了一圈，接管了2、3次，主要是碰到了一些绝路和一些实在拐不过去的路，那种拐的角度真的拐不出去。这里出闸机口，然后我们再看它在这个里面的这种速度控制。哎呀，刚才是不是右转好一点？右转还有掉头，有左转的话路应该简单一点。你看这里有电瓶车，它速度减到2，减到1，它就不会刹停。然后这边有个人，他有点没有超车的那个宽度，然后他还在滑。看这里拐弯的时候能不能把它那个超过去？也还可以，稍微给他一点距离，他就会超过去。哇，这小路里面的能力是真的可以。现在，包括这种进出闸机就很自然，很自然。然后这里的速度控制，这个地方主要左边有那个电线杆，这个左边电线杆已经基本上贴住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就刚才刚才过了一点，它那个其实左边电线杆它基本上已经贴住了。前面再看跟那个3轮车的会车，它这里也是，就这种距离，因为我这个车比较宽，这个距离你看它应该速度都很好的控制的过来，就控制到10的速度。然后这里的话就得很贴右了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有多贴右，一直在报那个，就是报那个就是距离过近。